1555年，法国南部一位叫做诺查丹马斯的医生兼星象家出版了一本后来被称为《诸世纪》的预言诗集，书里有将近1000首4行诗，写得晦涩、跳跃，充满双关。400多年来被翻译成几十种语言，也被误读出几十种版本。但在这一大堆谜语里面，有几首诗特别安静，也特别奇怪。他们不谈战争，不谈瘟疫，不谈那位从天而降的恐怖大王，他们谈的是一个人，一个从东方走出来的人。而在地球的另一端，在唐朝的长安，在唐末的天台山，在明朝的南京，在朝鲜的深山里，4本完全没有交集的预言书居然都写下了同一个字，一个笔画简单到你今天早上可能才刚写过的字。这个字是什么？它又为什么会让越来越多的台湾人开始怀疑那个所谓的落点就在我们脚下这座岛上？在往下讲之前，我们得先弄清楚诺查丹马斯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本名米歇尔·德诺特·雷达姆，1503年出生在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家族是改信天主教的犹太人后裔。他年轻时学的是医学，在黑死病横行的年代四处行医，靠着强调清洁、通风和不放血的做法救了不少人，在当时算是相当前卫。中年之后，他开始出版年历和预言集，1555年推出《诸世纪》第1版，立刻轰动法国宫廷。王后凯撒琳·德美第奇把他召进宫，让他替王子们推算命运。他在1566年过世，享年62岁。所以这样一个人，既不是走江湖的术士，也不是疯子，他是一个受过完整教育，在体制内活得好好的知识分子。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他决定了我们该用什么态度去读他写的东西。那他为什么要把话写得那么难懂？答案跟他的处境有关。16世纪的法国正走向宗教战争，异端审判的阴影还没散去，任何一个公开谈论君王命运、谈论教会未来的人，都有可能被架上火刑柱。所以诺查丹马斯采取了一种自保的写法，他刻意把时序打乱，混用法文、拉丁文、普罗旺斯方言和希腊文，大量使用变位字和双关语，让每一首诗都可以有好几种读法。这种写法保住了他的命，却也给后世留下了无穷的麻烦。我们今天看到的中文译本几乎都是从英译本再转译过来的二手货，而英译本本身又是从16世纪的古法文里猜出来的。所以当我们说某一句诗写了什么的时候，那个什么可能已经被转了3首，这一点请大家务必记在心里。接下来所有的讨论都建立在一个并不牢固的地基上。现在我们回到那几首诗，在《诸世纪记2》第29首里，他写下了这样的句子：一位东方人离开他的家乡，穿越亚平宁山脉，到达法国。他将越过天空、海洋和冰雪，用他手中的杖唤醒世人。这几行字放在《诸世纪》里是很突兀的，因为诺查丹马斯绝大多数的诗写的都是崩塌的城墙、血染的河流、被废黜的君王。可这一首讲的是一个人的旅行，他从东方出发，翻过意大利的山脉，走到了法国。他经过天空，经过海洋，经过冰雪，然后他做了一件事，他把睡着的人叫醒了。很多解读者卡在最后那一句，法文原文直译的意思接近用他手里的杆子敲打世人，于是有人翻成鞭打，有人翻成惩罚，整首诗的味道就完全变了。但如果我们把它跟纪实第75首放在一起看，画面会突然清晰起来。纪实第75首说，他长久留在欧洲，却无法返回，他终将回到亚洲。他来自伟大的赫尔墨斯，他的威望将超越所有东方的君王。赫尔墨斯是谁？希腊神话里的传信使者，众神的信差。而赫尔墨斯手上握着的就是一根神杖，传说中那根杖只要轻轻一碰，沉睡的人立刻清醒。所以那根杆子不是用来打人的，是用来唤醒人的。这2首诗其实是同一个故事的前后2段。一个东方人去了西方，在那里待了很久很久，回不去，但最后他还是会回到亚洲。然后是祭祀第31首，在这一首里，诺查丹马斯直接给了这个人一个称呼，新圣人。他还描写了跟随这个人的弟子们，说他们把双手交叠在胸前。研究诸世纪的人注意到，这个手势在16世纪的欧洲并不常见，反而更像是东方佛家的合十。除了新圣人以外，诸世纪里还零星出现过圣言、圣心、
圣徒这一类的词。一个16世纪的天主教徒用这样的字眼去描述一个东方人，这件事本身就很不寻常。要知道，在那个年代的欧洲，东方是异教徒的世界，是需要被拯救的地方，不是拯救者会出现的地方。看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说，等一个救世主而已，哪个文明没有？这个质疑非常合理，我们也应该正面回应。犹太教等的是弥赛亚，一位受膏者会在最黑暗的时候复兴以色列。基督教把弥赛亚认定为耶稣，并且等待他的第二次降临。伊斯兰教等的是马赫迪，一位被引导者，会在末日之前带来公义。佛教等的是弥勒，释迦牟尼指定的下一任佛，会在人寿衰减到极点之后，于龙华树下成道。印度教等的是加尔吉，毗湿奴的最后一个化身，会骑着白马结束这个黑暗时代。这些故事的结构惊人的一致，世界堕落，灾难降临，一个人出现，秩序重建。所以诺查丹马斯写一位圣人本身并不稀奇，真正稀奇的是他多写了一个字，东方。他没有说这个人从天而降，他说这个人从东方走过来，而且会走到西方，然后再走回去。讲到诸世纪，就不能不提那首最有名的诗《纪实》第73首。1999年7月，恐怖大王将从天而降。那一年全世界都在等到跨年钟声敲完，什么都没发生。从那之后，很多人就把诺查丹马斯归类成失败的预言家。但比较少人知道的是，诺查丹马斯自己在留给儿子的书信里曾经暗示过，这些灾难不是注定的，如果另外一种事情发生了，那些景象就不会来临。那另外一种事情是什么？他没说。而喜欢追这条线的人就会问，会不会就是那位东方人开始做他要做的事了？我们不知道，这是解谜，不是证明。但这个问号一旦打开，就再也关不上了。好，现在我们把视线从法国转回东方。第一本书《推背图》，唐朝贞观年间，太史令李淳风和相士袁天罡合作，用图、谶、宋3种形式推算国运，一共60项。传说推到第60项的时候，袁天罡推了李淳风的背一下，说天机不可泄露，就到这里吧。推背图的名字就是这样来的。这本书在历代都是禁书，宋朝甚至传出官方刻意打乱顺序，混入为本的说法，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版本象数次序本身就有争议。目前流传最广的是清朝金圣叹批注的那个版本，而金圣叹在1661年就过世了，他当然不可能批注到今天的事。在这个版本的第47项里有这样一段：谶曰：言武修文，紫微星明，匹夫有责，一言为君。宋曰：吴王吴地定乾坤，来自田间第一人，好把旧书多读到，一言一出见英明。这4句宋词里藏着一个非常关键的线索，就是那个田字。紫微星在古代星象里是地星，是天上的君位，可是接下来偏偏又说吴王吴地，又说匹夫有责，又说来自田间。也就是说，这个人有帝王的分量，却没有帝王的身份。他是从田里走出来的一介平民，而懂拆字的人会告诉你，田这个字的中间是一个石，石加上人，写出来就是一个木，田间人就是木人。推背图里跟圣人有关的还不止第47项，第44项写得更直接。谶曰：日月丽天，群阴设伏，百灵来朝，双羽四足。宋曰：而今中国有圣人，虽非豪杰，也周成，四夷重义，称天子，否极泰来九国春。这一项几乎把话讲白了。而今中国有圣人，而且他强调这位圣人不是豪杰，却能做到周成王那样的局面。周成王是西周的第2位君主，在位期间治理作乐，天下安定，是儒家心目中的理想时代。四夷重义称天子，这一句更妙。重义的意思是辗转翻译，指的是语言完全不通的远方民族，要透过好几层转译才能表达敬意。换句话说，这个人的影响力会跨出中文世界。至于双羽四足这4个字，历来的解法是拆字，士字像一个张开双翅的东西，心字底下那几点像4只脚，合起来是一个至字。这种拆法对不对，我们稍后会专门讨论，因为它正好暴露了整套解谜方法最大的弱点。
这里还要补充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背景，推背图的版本问题极为严重，目前可考的抄本和课本至少有7种以上，彼此的象序、图画、文字都对不起来。历史上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是宋太宗为了防止民间用它煽动，故意把象序打乱，还放出上百种真假混杂的版本，让人分辨不出哪一本是真的。这个说法本身也未必可信，但它至少反映了一件事，推背图从很早开始就是一本被官方盯上的书，所以当我们说第44项或第47项的时候，那个编号其实是浮动的。有些版本里第47项的内容出现在第50项，有些版本的第44项被归到第45项。这也就是为什么任何用项数顺序去推算年份的做法，都应该被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第二本书《金陵塔碑文》，这篇东西托名刘伯温，据说是刻在南京一座塔的地基下，民国初年拆塔时被发现，它的真伪争议极大，但流传极广。碑文描写了一场毁天灭地的大灾难，万物同遭劫，虫蚁亦遭殃。然后话锋一转，说幸得大木2条之大厦，后面又补了一句，能逢木兔方为寿，则集群生，乐且康。你看，又是木，而且这次是2条木，还多了一个兔。木兔在干支里对应的是辛卯年，而在过去100年之内，辛卯年只出现过2次，一次是1951年，一次是2011年，这个时间指向很窄，后面我们还会用到。第3本书《格安遗录》，这本很多台湾朋友比较陌生，作者叫南师古，是朝鲜李朝时期的一位学者，大约活跃在16世纪，跟诺查丹马斯几乎是同时代的人。《格安遗录》整本书都在讲末世和救世主，而他对那位圣人的称呼多到眼花缭乱，其中一段写世末圣君牧人，另一段写一字纵横牧人姓，还有一段写震巽两木，末世圣。震和巽是易经的2个卦，在5行里都属木，所以格安遗录不只写了木，还特地强调是2个木。这跟金陵塔碑文的大木2条是不是有点太巧了？别忘了，这2本书一本在朝鲜，一本在中国，作者互不相识，年代也对不上。第4本书《武功经》，这是一部在中国民间流传超过1000年的佛家寓言，据说记录的是天台山武功菩萨的话，它的来源可以追到唐末5代的《转天图经》，后来在宋元明清不断被抄写、增补，衍生出10几种版本。武功经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它几乎是用猜谜的方式在写，他反复用拆字的手法去描述那位他称为明王的救世圣人。其中最直白的一句是玉石圣人姓，一目连丁口。丁口在古文里指壮年男子，也就是子，一目加上一个子，答案呼之欲出。而武功经在别的版本里还写过到来木生家，又是木。武功经最让人吃惊的地方，其实还不是他写了木，而是他处理圣人名字的方式。同一部经的不同版本，居然用超过10种完全不同的谜面去描述同一个名字。有一句写无知圣人姓，土木连丁口，无知圣人名，3丁即2丁，其更连一字，更向脑中生。另一句写玉石圣人姓，一目连丁口，玉石圣人名，3人共2手。还有一句写直言一目连丁口，只在牛头手，更有3人共2丁，直上座朝廷。解读者的操作是这样的，丁在古文里通丁，而石的甲骨文和金文写法之一就是一根针的形状，所以丁可以当成石，2个石叠起来变成鸭，3点水加上鸭在上，人在下，凑出来是一个红字，而石加上一是士，士再往心里长，就成了一个治字。这一套操作看起来天衣无缝，但你只要冷静3秒钟就会发现问题。从丁到丁，从丁到针，从针到石，这中间每一步都是可能的，但每一步也都是可选的。同样这几句话换一个人来拆，完全可以拆出别的字来。更关键的是，这种拆法是在已经知道答案的情况下反推出来的，而不是先拆出字再去世界上找人。这在逻辑上叫做后见之明，用中文的老话讲叫做削足适履。所以武功经究竟是一部把名字藏了1000年的奇书，
还是一部被后人硬套上答案的杂抄？这件事我们必须诚实地说一句，目前没有办法判定，而这个判定不了，正是整个题目最迷人也最危险的地方。除了这4本，还有2本书非提不可，一本是《烧饼歌》，相传是明太祖朱元璋吃烧饼时随口考刘伯温，君臣一问一答之间留下的预言。《烧饼歌》流传的版本里有一段被称为万法归宗的内容，据说当年没有收进永乐大典，而是在佛寺里秘密流传，后来才从吉林农安的寺院流入民间。那一段讲得非常露骨，说末法时期未来教主临下凡，降在寒门草堂内。寒门草堂跟推背图的来自田间第一人是同一个意思，出身极低。另外一段又写，一个胡子大将军暗箭驰马查情形，除暴去患，人多爱。有解读者把一个河湖这2个字拆开重组，又拆出一个李字来，你看兜了一大圈，还是回到那个墓。另一本是马前课，托名诸葛亮所作，据说是他行军之前随手起课留下的。全书只有14课，每课4句，是所有中国寓言书里最精简的一部。第12课写整患救难，是为圣人，阳复而至，惠及生民。阳复出自易经的复卦，一阳来复，指的是黑暗到了尽头，阳气回转，惠及生民，也是同样的意思。最暗的那一刻之后才会有光。第14课则写无名无德，光耀中华。无名无德这4个字出自《道德经》，不是说这个人没有品德，而是说他不追求名声，不标榜功绩。马前课全篇没有提到木，也没有提到礼，他只讲一件事，这个人出现的时机是在最黑暗的那一刻之后。这一点请大家先记住，我们最后会回到这里。还有一组符号值得一提，格安遗录里除了木以外，反复出现的是公和乙。书里有公，公歌，有田，田歌，一直在讲公以灵符可以避劫。而刚才提过的太上洞渊神咒，经那句真君者木子宫口也出现了公。历代解读者对这组符号的看法分歧极大，有人说公是姓氏的暗示，有人说2个公背对背排起来，形状就是太极图里的阴阳鱼，也有人说4个口拼起来就是佛家的万字符。这些解法对不对我们不敢说，但它透露了一个很重要的讯息，这些寓言书关心的不只是那个人是谁，他们同样关心那个人会带来什么。一个符号，一套法门，一种能让人在大劫中活下去的方法。而这一点其实比姓氏更值得注意。所以我们回到最开始那个问题，4本寓言书都写了哪一个字？答案就是木。唐朝的推背图用田间人暗示木，托名明朝的金陵塔碑文直接写大木2条，朝鲜的格安遗录写木人和2木，唐末5代的武功经写一木连丁口。这4本书分属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宗教系统，一本是道家路数，一本是民间谶语，一本来自朝鲜儒者，一本是佛家经卷。他们对于那位末世圣人的长相、性格、事迹说法各异，唯独在一个地方完全一致，那就是这个木字。而且不止这4本，道教的太上洞渊神咒经写真君者木子宫口。清朝流传的不虚大师预言，在描写一场大劫之后说湘江玉兔见东升，玉兔又回到木兔那条线上。那么木到底在说什么？最直接的解读是姓氏，穆家子是李，穆家人也是李，所以千百年来绝大多数解读者的结论都一样，这位圣人姓李。这个结论看起来很扎实，扎实到几乎没有人再往下追问。但如果我们愿意多想一层，木在中国的符号系统里从来不只是一个姓，木是5行之一，而5行是有方位的，东方属木，春天属木，青龙属木，日出的方向属木。也就是说，当这些寓言书反复写下木的时候，他们可能同时在讲2件事，一个是姓，一个是方向。而如果是方向，那从中原的角度往东方看出去，越过海岸线，那里是什么？这就要讲到格安遗录里另一段更耐人寻味的话。他在描写圣人出生地的时候写三神山人出生地。三神山是什么？史记封禅书和秦始皇本纪都记载得清清楚楚。齐人徐氏上书说，
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从战国的齐威王、燕昭王到秦始皇、汉武帝，一代又一代的君王派人出海去找这三座山，他们的共同特征只有一个，在东方的大海上。而在台湾的民间传统里，蓬莱和瀛洲这两个名字被安在这座岛上已经好几百年了。老一辈的人讲起台湾，还是会说蓬莱宝岛，这不是现代人自己贴上去的。明清两代的文人笔记、方志、诗词里，把台湾比作瀛洲、比作蓬莱的例子多得数不完。说到三神山，就不能不提徐福。史记记载，秦始皇东巡到山东半岛的尽头，齐人徐氏上书说海中有三神山，请求斋戒之后带着童男童女去寻仙药。秦始皇准了，于是徐福率领数千人出海，一去不返。这件事在整个东亚留下了无数的传说分身。日本有几十处自称是徐福登陆地的遗迹，韩国济州岛也有，而台湾同样流传过徐福曾经到过的说法。真假我们不去争，重点是这个故事把一件事牢牢钉进了东亚的集体记忆。东方的大海上有一座凡人到不了的岛。后来的中国文人在写台湾的时候，很自然就把这个现成的符号拿过来用。清代的方志诗文里把台湾称为瀛洲，称为海上仙山的例子非常多。所以蓬莱宝岛这四个字不是观光单位发明的，它是一层一层堆叠了2000年的文化沉积。武功经那边也有类似的话，他在讲圣人出世的地点时写，欲知圣人出世处，海上寻波去。另一个版本写得更夸张，欲知明王真出处，海上将沉去万里。海上、万里这四个字如果照字面读，指的就是一个离中原很远的海外之地。当然这句话也可以解成圣人将要漂洋过海去别的地方，未必是出生地。但如果把它跟隔岸一路的三神山放在一起，再加上目所指的东方，这三条线就开始往同一个方向收拢了。东方、海上、仙山。从中原的坐标系看过去，符合这三个条件的岛屿其实不多。还有一份材料，时间近得多，也更容易查证。1933年12月，香港工商日报刊登了一篇伏击文，标题大意是新界焚陵孔明下降之机语，后来被称为武侯百年机。这篇基文托名诸葛亮，用7言的形式一路写下去。前半段讲二战，讲国共，讲金陵王气，准确度高到让很多人背脊发凉。比如那句王气金陵黯然尽，比如那句小小天罡何足论。而到了中后段，他写下了这一句圣人星出现南方。有些流传版本写的是老人星出现南方，这是一个争议点，我们必须诚实的标出来。但无论哪一个版本，方位都是南方。从当时坐机的香港往南，从中原往南，如果是后者，那台湾正好在中国大陆的东南外海，目指东，基文指南，交汇处是东南。武侯百年机这篇东西值得多说两句，因为它身上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破绽。基文的前段有一句青天白日犹西落，而紧接着的下一句，在1933年香港工商日报最初刊登的版本里写的是五色旗帜向东升，可是在后来重新刊出的版本里，同一句却变成了五星旗帜向东升。青天白日是国民党的旗，五色旗是北洋政府的旗，五星旗则是中共的旗。一字之差，这句话就从一则过时的旧文变成了一个精准到令人发毛的预言。到底是最初排版有误，还是后来有人动了手脚，我们今天已经没有办法查证。但这件事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预言的准确度有时候不是取决于作者，而是取决于后来的抄写者。隔岸一路的来历同样需要交代。南师古是朝鲜中宗到明宗年间的人，隔岸是他的号，一路的意思就是他留下来的记录。但问题来了，这本书并不是在他生前刊行的，而是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朝鲜半岛流传了几百年，一直到20世纪才被整理出版，而整理者本身就带有明确的宗教立场。韩国学界对他的真伪长期存疑，主要的理由是书中出现了一些明显晚于16世纪的词汇和观念，所以我们引用它的时候必须诚实。它可能是一部16世纪的奇书，也可能是一部经过近代人大幅加工的作品。
这两种可能到今天都还没有办法完全排除。20世纪的美国还有另一位常被拿来对照的预言家爱德加·凯西。凯西的做法很特别，他会让自己进入一种类似催眠的状态，然后由旁人记录他说出来的话，一生留下超过10000份记录。他绝大部分的内容讲的是疾病和治疗，但他也留下了一些关于世界局势的话，其中最常被引用的一句大意是，有一天中国会成为一切希望之地，会成为某种信仰的摇篮。凯西是在1940年代前后说这句话的，当时的中国正在战火里，这个说法在那个年代听起来近乎荒谬，而凯西的解读者后来把这句话跟东方圣人的线索接了起来，说他指的不是某个宗教的传播，而是一种新的精神力量会从东方升起。这样的接法对不对？我们无法证明，也无法否证，这正是这一类材料最让人为难的地方。接下来这条线是台湾人最熟悉的。1962年2月的一个清晨，美国预言家珍妮·迪克逊说他看到了一个异象，异象里一个在东方出生的孩子，全身散发着太阳一样的光，他给这个孩子起了一个名字，东方之子。在传记作家蒙哥马利为他写的《预言的礼物》那本书里，珍妮说了一段话，大意是这个孩子将在这个世纪结束之前把全人类团结在一个包罗万象的信仰之中，这将成为新的信仰基础，所有教派和信条都会透过这个人统合起来。珍妮·迪克逊在美国的名气不需要多说，他最出名的事迹是提前预警了甘乃迪遇刺。不过为了公平起见，我们也得补一句，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就叫做迪克逊效应，指的正是人们只记得预言家说中的那几次，却自动忘掉他说错的那一大堆。这个词用的就是他的名字。而他这个1962年的异象之所以在台湾掀起波澜，是因为紧接着发生的一件事。1965年，台湾元觉宗的一位上师公开讲了一段话，内容大意是，美国先知珍妮所预言的1962年前后诞生的救世主已经出生在台湾了，此人将奉命创立一个新的教门，将来全人类会陆续皈依。从那一刻起，紫薇圣人已经降生在台湾这个说法就在台湾的宗教圈和预言圈里扎了根，一扎就是60年。到今天，你如果去搜寻紫薇圣人这4个字，会发现整个中文世界讨论的最热烈的地方不是北京，不是香港，而是台湾。有人写书，有人开讲座，有人建网站逐项解推背图，甚至有人直接对号入座，说自己就是。这个现象本身就很值得玩味。为什么是台湾？为什么是台湾？这个问题其实有一个不太浪漫，但很有说服力的答案。第一，台湾是华人世界里宗教最自由也最多元的地方，光是登记有案的寺庙公观就超过12000座，伏击、鸾堂、斋教，各种新兴教派长期并存，这种土壤本来就特别容易长出救世主论述。第二，台湾完整保存了传统文化的教育体系，读得懂文言文，看得懂易经卦象的人比例很高，而这正是解读谶语的门槛。门槛在哪里，讨论就在哪里。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台湾长期处在一种身份和安全都不确定的状态里，而不确定感正是末世论最好的养分。当一个社会没有办法从现实里拿到确定的答案，它就会往别的地方去找。这3个条件叠在一起，台湾自然而然成了整个中文世界讨论这个题目最热烈的地方。讲到这里，如果我们就此打住，这集大概会是一个很爽的故事，但那样就不诚实了。因为同样这几本书还有另外一整套读法，而且那套读法在细节上比台湾说更严密。问题出在武功经的另一句话，玉石圣人处，多因在东江。东江，一条名字以东开头的江，这一句一旦被放进来，海上寻波去就要重新解释了。而格安一路在三神山人出生地后面还接了2句更难的话，女孤老人草于河，此来相望对坐地。有解读者把它拆成老妇复苏更生就是少女，而齿向2座山相对而坐指的是岭这个字，合起来是少女岭。东江的东岸一个叫做少女岭的地方，中国大陆东北有一座城市叫公主岭，位于东辽河的东岸。公主、少女、东辽河、东江，这个对应关系太整齐了，整齐到让人不安。
而这条解读路线的完整版本是由法轮功背景的媒体大纪元在2016年前后系统性发表的，结论指向法轮功的创办人。我们必须把话说清楚，这是一个由当事团体自己的媒体所做的解读，解读者和被解读者属于同一个系统，这在方法论上有明显的循环论证问题。但同样要说清楚的是，那套解读在拆字的技术层面确实做得非常细，木子、木兔、少女岭、东江、四海为家，一条一条扣得很紧。我们把它放在这里不是为了背书，是因为你如果只听到台湾那一半，你就被骗了。而且反方还有第二个更难绕过的点，梅花诗的结尾写环中自有承平日，四海为家属主宾。四海为家意思是这个人没有固定的家。武侯百年基则写田间再出华盛顿。华盛顿这3个字如果照字面读，指向的是美国。武功经的海上将尘去万里也完全可以解成圣人将远渡重洋。把这几句串起来，得到的图像是一个离开故土旅居海外四处为家的人，而不是一个稳稳坐在某座岛上的人。这跟诺查丹马斯纪实第75首的那句话他长久留在欧洲却无法返回其实惊人的一致。所以海上万里四海为家究竟是在说出生地还是在说流亡地？这2种读法文本本身没有给我们裁决的依据。再来是第3个问题，也是最根本的问题，这些书本身有多可靠？我们必须把丑话说在前面。推背图的版本至少有7种以上，彼此相序不同，文字不同。现存最早的抄本年代远晚于唐朝。金陵塔碑文的出土故事查无实据，行文风格更接近民国白话而不是明初文言。武侯百年基根本不是诸葛亮写的，它是1933年在香港粉岭由活人伏击产生的。作者是谁，有没有事后修改，我们无从查考。光是圣人心和老人心这一字之差，就足以说明它的文本并不稳定。格安遗录在韩国学界也长期被怀疑是后世增补。至于武功经，光是版本就有10几种，每一种对圣人姓名的拆法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得问一个更冷静的问题，如果这4本书都写木，最可能的原因是什么？答案其实不神秘，而且非常有说服力。早在东汉末年到魏晋南北朝，中国的道教内部就已经流传一种末世信仰。那个信仰说天地将有大劫，太上老君会降世救人，而他降世时使用的名字叫做李弘。为什么姓李？因为道教认为老子姓李，所以救世主姓李，在当时是一种近乎预设的常识。从东晋到南朝，正史里记载过好几次有人自称李弘起兵造反。李弘这2个字一度变成官方的禁忌词，而刚才我们引过的《太上洞渊神咒经》正是这一套李弘信仰最核心的经典之一。他写真君者，木子宫口，写的就是这件事。这个文化基因后来一路往下传，隋朝末年，民间流传一首童谣：桃李子，皇后绕扬州，婉转花园里。当时所有人都听得懂，那是在说李姓要取代杨姓。结果唐朝真的建立了，皇室真的姓李，还把老子认作祖先。从此李这个姓在中国的谶纬传统里就不只是一个姓氏，它变成了一个符号，一个代表天命更替的符号。你现在再回头看那4本书，推背图成书于李唐，武功经成型于唐末5代，格安遗录的朝鲜作者深受中国谶纬影响，金陵塔碑文的实际流传期是民国。他们写下木，很可能不是因为他们各自看到了同一个未来，而是因为他们共同继承了同一段过去。这是一个横跨1800年的老梗。还有一件事必须说清楚，这些预言书之间其实是互相看得到的。推背图从宋朝开始就在民间辗转传抄，明清2代不断有人增补改写托名。烧饼哥托的是刘伯温的名，马前客托的是诸葛亮的名，武侯百年基托的还是诸葛亮的名。托名这件事在中国的预言传统里不算造假，而是一种常规做法，用一个公认的智者去背书，内容才传得开，活得久。而朝鲜的格安遗录成书的年代，中国的谶纬典籍早已大量流入朝鲜半岛，朝鲜的士人读4书5经，也读易经和谶纬，所以
当我们说4本书不约而同都写了墓的时候，这个不约而同很可能是有约的。后面的书看过前面的书，然后把同一个符号再写一次，再写一次，再写一次。这在文献学上叫做层类，一层一层堆上去，堆到最后看起来就像天启。还有第2层需要警惕的东西，就是拆字法本身。拆字是一把万能钥匙，田可以拆成10家口，也可以家人变墓，还可以看成2个十字交叠。十可以是丁的古文，可以是真，可以是双手合十。同一个字在不同的解读者手里可以拆出完全相反的结论。更麻烦的是，拆字几乎永远是在事后进行的。事情发生了，我们回头去找一句诗，总是找得到。推背图第39项被解成1931年日本侵华，是在1931年之后解的。金陵塔碑文被解成对日抗战，是在抗战之后解的。这种在事后才对得上的准确，在心理学上有2个现成的名字，一个叫确认偏误，一个叫巴纳姆效应。我们的大脑天生就是找图案的机器，给它足够多的杂讯，它一定能找出图案。可是话说到这里，还是有一件事让人绕不过去。李弘信仰、桃李童谣、木子的传统，全都是中文世界内部的东西。一个16世纪的法国人，一个一辈子没到过亚洲，几乎确定不懂中文，更不可能读过推背图或5公经的普罗旺斯医生，他为什么也会写下一个从东方走来，被称为新圣人，弟子双手合十的人？这是整件事情里唯一一个无法用文化传承解释的环节。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末世救主这个母题是全人类共有的，犹太教等弥赛亚，佛教等弥勒，伊斯兰教等马赫迪，印度教等加尔吉，所有文明都在等一个人。那诺查丹马斯写一个圣人并不稀奇，稀奇的是他指定了方向，东方。那么2026年的我们到底该用什么态度看这件事？我提供3个检验的方法。第一，看时间有没有被写死。真正有价值的预言必须可以被否证。木兔年这个线索是可以检验的。辛卯年上一次是2011年，再上一次是1951年，下一次要等到2071年。如果圣人必须出生在木兔年，那范围其实非常窄。第二，看解读是在事前还是事后。任何一个在事件发生之后才被翻出来的对应，价值都要打对折。第三，看解读者的位置。如果一个人解读出来的圣人刚好是他自己，或者刚好是他所属团体的领袖，或者刚好需要你付费才能知道下一段，那这已经不是预言问题，是商业问题了。如果要更具体一点，我可以提供几个未来可以自己核对的观察点。第一个是干支，木兔指的是辛卯年，2011年之后，下一个辛卯要等到2071年，中间隔了整整60年。所以如果有人告诉你圣人即将在最近几年降生，那他就跟木兔这条线索直接冲突，你可以当场请他解释。第二个是次序，凡是把推背图的象数直接换算成西元年份的说法，你都可以追问一句，你用的是哪一个版本的象序？只要对方答不出来，后面的推论就不必再听了。第三个是灾难，几乎所有这一类的预言都要先有一场大劫，才会有圣人出现。马前课、金陵塔碑文、5公经、不虚大师预言，全都是这个结构。所以任何一种说法，如果只讲救世不讲灾难，或者只讲灾难不讲救世，那他多半只取了自己想要的那一半。我特别想提醒的是最后这一点。这几年在台湾，围绕紫微圣人这个题目已经长出一整套产业，有网站把推背图拆成几十篇文章，看完前面要订阅才能看后面。有人办讲座说可以告诉你台海何年何月会有结果，有人直接宣称自己就是那个1962年出生在台湾的人。这些东西之所以有市场，不是因为预言有多准，而是因为我们心里的那份不安是真的。台湾人的不安是真的，看着新闻里的军机、演习、关税、选举，我们确实会想知道明天会怎样。而任何一个能提供确定感的说法，在这种时候都特别容易被相信，这才是我们真正要小心的地方。所以落点到底在不在台湾？我的答案是，文本没有给我们答案，给我们答案的是我们自己的期待。木指东方，这是真的；三神山在东海，这是真的；台湾被叫做蓬莱瀛洲几百年，这也是真的。但从这3个真的推不出第4个真的。同样这几条线索，
往北可以指到东北的公主岭，往东可以指到日本，往外可以指到美国，甚至可以什么都不指，只是1800年前那个叫李洪的老故事投下的一道长长的影子。我们与其去问圣人在哪里，不如去问另外一个更难也更有意思的问题：如果他真的来了，我们认得出来吗？因为你仔细看，这些预言在描述圣人的时候，讲外貌的很少，讲姓氏的很多，但讲作为的最多。马前课第12课只有8个字：整患救难，是为圣人。推背图第47象说：吴王吴地定乾坤，一言为君。武侯百年基说：执中守一定乾坤，巍巍荡荡西尧舜。这些句子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定义圣人的方式，不是他坐在哪里，不是他姓什么，不是他有多大权力，而是他在别人最难的时候做了什么。演武修文是把刀收起来，把书拿出来；匹夫有责是不把责任推给别人；吴王吴地是不靠位置说话。你有没有发现，这些条件每一条都不需要神迹？而且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些预言在讲完圣人之后，接下来写的都是同一种景象。马前课写：贤不已也，天下一家。梅花诗写：环中自有承平日，四海为家，属主宾。不虚大师预言写：天地复明，处置万物，四海讴歌。武侯百年基写：此时国耻亦其消，四海升平，多吉兆。推背图第59象更干脆：无城无府，无尔无我，天下一家。所有这些书，不管来自哪个朝代、哪个国家、哪个宗教，最后想象出来的结局居然一模一样，就是没有边界，没有你我，天下一家。这件事本身就很值得想一想。也许这些古人真正想留下来的，并不是一则情报，而是一个标准。他们在告诉后世的人，如果有一天你们走到那个样子，那就对了。我不知道有没有那个人，我也不知道那个木字到底是姓氏，是方位，还是1800年前留下来的一道回音。但我知道一件事，当一个时代开始大规模的寻找救世主的时候，通常不是因为救世主快来了，而是因为大家撑得有点累了。500年前的法国在等，1000年前的中原在等，400年前的朝鲜在等，60年前的台湾也在等，而今天2026年的我们还在等。这些预言之所以能活这么久，不是因为他们准，是因为他们戳中了人类最深的一个愿望，希望有人来收拾这个烂摊子，而且那个人最好不是我。所以最后我想留给大家的不是一个答案，是一个问题。如果推背图说的吴王吴地定乾坤是真的，那么定乾坤这件事本来就不需要王位，也不需要神迹。如果马前课说的整患救难是为圣人是真的，那么圣人的定义就在那4个字里面，谁去整患救难，谁就是。这句话没有指定姓什么，没有指定住在哪座岛，也没有指定要等到哪一年，他只是很安静地说了一件事，得有人做。你身边那个在台风天帮邻居搬东西的人，那个在医院走廊陪着别人熬夜的人，那个在所有人都在吵架的时候还愿意好好把话说完的人，说不定他们身上的那个木比任何一本预言书里的都要真一点。2026年7月，一张卫星云图在中文网络上疯传，转发的人讲的都是同一个画面。左下角那一团云系松散，悬臂拖得又长又细，像一把被风吹开的扫帚。右上角那一团眼墙结结实实，中心那个黑洞洞的台风眼圆得像用圆规画出来的。两团云不是各走各的，它们的悬臂在中间那片海上咬住了。左边那团的外围云带往右上勾，右边那团的外围云带往左下卷，2条弧线在正中央交错，把整片西太平洋切成一深一浅的两半。深的那半是密实的对流云，白的刺眼；浅的那半是被抽干水汽的下沉区，蓝的发黑。最要命的是2个台风眼的位置，一个坐在白区的正中间，一个坐在蓝区的正中间。白里有黑点，黑里有白点。看到那张图的人，大部分脑子里会自动蹦出一个图案：阴阳鱼、太极。再讲细一点，两团云的交界不是一条直线，是一条 S 型的曲线，它从那张图的左上角起笔往下弯，绕过右边那个大家伙的外围，再往左下收尾。这条 S 线不是谁画上去的，是两股气流互相顶住之后自己挤出来的边界。
而且这条线是活的。有人把相隔6个小时的2张图摆在一起看， S 线会慢慢往一边滑，像有人拿手指顺着它一格一格的推。这些画面我们用示意方式还原。转发这张图的人用的最多的2个字是结界，说是天要在中国的东南方向上亲手画一道门。我们先把话说在前头，这张图在2026年7月中旬开始在中文网络上流传，配的说明一次比一次大声，从巧合真妙一路升级到结界启动。原始出处到今天都没人指认出来是哪一颗卫星，哪一天几点几分的，哪一个通道，全都是空的，这些都属于网传，未经证实。但奇怪的地方在于，就算把这张图整张抽掉，2026年7月的中国照样是一个被水泡透的月份，609条河流超警戒，25次编号洪水。这2个数字不是网传，是水利部自己通报的。所以这一集我们要拆的不是太极是真的还是假的这种2选1，我们要拆的是另一件事，要多少个巧合叠在一起才算不是巧合。这个问题我们暂且叫它门槛。整片影片我们会反复回到它。门槛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它不像真假题有标准答案，它是一条会移动的线。同一件事，有人1个巧合就过门槛，有人堆到10个还是不过。而大部分的争吵其实都不是在吵事实，是在吵各自的门槛该摆在哪儿。所以我们今天不投票，我们的做法是把每一块证据摊开来，标上它是硬的还是软的，能追溯的还是不能追溯的。摊完之后，门槛摆在哪里，各自决定。先把那张图搁一边，我们把2026年7月的真实气象事件按时间排一遍。因为要谈巧合，得先知道现实长什么样。先讲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大背景，2026年的太平洋台风季本身就是一个异常年，到7月中旬为止，已经生成了11个有名字的台风，是1976年以来活跃度数1数2的年份。而且这是2015年以来第一次，前7个月每一个月都至少生成一个命名热带气旋，1个月都没空过。这件事在气候记录上就不是常态。7月1日，西北太平洋生成第10号台风美沙克，这家伙个子不大，官方记录最强也就强烈热带风暴等级，最大风速每小时95公里。他走的是南线，一头钻进南海。他的个子小，但他是整场戏的开场鼓，我们后面就叫他开场鼓。7月上旬，开场鼓扫过海南陵水一带，接着绕进北部湾。7月5日，在广西东兴2次登陆。他自己的风不算大，可他拖着的水汽像一条扯不断的湿毛巾，直接搭在两广的头上。宾阳24小时降雨量 713.3 毫米，衡州石塘镇565毫米。这是什么概念？很多内陆城市一整年也就这个量的2倍出头，一天下完。7月6日上午，南宁衡州的六兰水库坝体漫顶溃口，坝身裂出2处缺口，宽度各约50米，洪水直接冲进下游村庄。同一天，附近的云表水库也出现险情。到7月6日当天，水库下游约 5.5 万人受影响， 4.8 万人已经转移。到7月8日，这场灾的影响面扩大到 37.5 万人，光是这一起就有至少6人死亡，11人失踪。有一个细节后来被翻出来反复讨论，泄洪闸在7月6日凌晨6时就全开了，但下游有居民说他们是8时左右才接到撤离通知，中间那2个小时成了整件事情最刺人的部分。我们把时间轴再往后推，截至7月9日，这一轮南方水灾的全国统计是50人死亡，10人失踪，331人受伤，广西一省就占了39死9失踪。而开场鼓在7月7日就已经消散了，他自己走了，水流了下来。事后统计，跟开场鼓这一波相关的经济损失超过 3.36 亿美元，死亡人数的量级也在50人上下。一个从头到尾没到过台风等级的系统做到这种程度，这件事本身就值得记一笔。真正杀人的往往不是风速，是停留时间和累积雨量。强度表上的数字漂亮，不代表灾情就漂亮。7月7日，中国最高层对防汛工作发出指示。7月的第1周还没过完，这一年的汛情就已经被拉到了最高规格的关注层级。然而事情没这么简单，就在开场鼓还在南海折腾的同时，东边的海面上另一个东西已经涨起来了。6月30日，
第9号台风巴威生成，它跟开场谷的生成时间只差1天多，两者同时存在于西太平洋的那几天，就是后来所有双台夹击说法的现实基础。巴威的体型跟开场谷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我们就叫它大块头。7月5日到6日，大块头达到巅峰，中心最低气压910百帕，联合台风警报中心评定的最大风速155节，换算下来每小时287公里。有记录提到它的环流直径接近1000公里，暴风半径一度达到350公里，是近20多年来被发布警报的台风里数1数2的大。所以那几天的实际格局是这样的：南边一个矮胖的开场谷在南海灌水，东边一个巨大的大块头在太平洋上蓄力，中间夹着整条华南海岸线。这就是双台夹击4个字的来源，它不是修辞，是那几天真实的地图形状。大块头最后怎么走的？7月11日晚上11时20分，登陆浙江玉环市坎门；7月12日凌晨0时，再登陆温州乐清市清江镇。这还没完，他一路北上，7月14日晚上7时20分，第3次登陆，地点在朝鲜半岛。一个台风3次登陆，横跨浙江、山东到朝鲜，这种走法本身就不常见。疏散数字更夸张，浙江转移221万人，福建超过18万，上海3.4万，合计约200万人量级的大撤离。这是中国1周之内第2个登陆的台风，代价是23人死亡，163人受伤，14人失踪，整体经济损失至少 1.408 亿美元。光是浙江玉环一个县级市直接损失就报了 8.4 亿人民币。而7月还没完，7月13日到14日又冒出一个热带风暴海神，来得快去得也快，2天就收场。7月22日，第12号台风红霞生成，强度到台风级，风速每小时140公里。红霞这一个走得特别刁钻，它走出了一条比所有电脑模式、比所有官方预报都更偏西的路线，直接压在珠江口以东的海面上。香港天文台因此挂出9号风球，这是连续第2年挂到9号。7月24日，红霞先登陆菲律宾卡加延省的甘米银岛。7月26日，2次登陆广东惠州惠东县。7月27日，它在湖南境内减弱成热带低压，中央气象台当天下午2时停止编号。而红霞刚停编，同一天，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就在西太平洋上生成了。这一个后来也冲到了猛烈台风等级，风速每小时205公里，一个走一个来，中间没有留白。整个7月，西太平洋上几乎没有一天是干净的。好，现实部分交代完了，现在我们回到那张图。网传说法的核心是这样的：当开场谷和大块头同时挂在图上，一南一东，一小一大，一个逆时针，一个也逆时针，2条悬臂在中间交错，整张图就自动排成了太极。这个说法在7月中旬到7月下旬之间传得最凶，传播路径大致是短影音平台先出图，然后被搬到论坛，再被截图搬进通讯软体群组，配的文字从这也太巧变成天象示警，最后变成结界。我们必须说清楚一件事，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家气象机构发布过太极云图这样的说法，也没有人拿得出那张图的原始档案来源。它在传播过程中被裁切、被调色、被加滤镜的痕迹很明显。追一张图的出处其实有固定的做法，气象卫星的图是有身份证的，哪一颗星、哪一个通道、哪一天的世界时几点几分全都要对得上。中国这边的风云4号 B 星，日本的向日葵，美国的极轨卫星，每一家的色阶和投影都不一样，内行人一眼就能认出来源。太极照没有这些东西，它流传的版本里，有的把颜色调得极蓝，有的加了黑边，有的干脆把2团云之间的部分描粗。这些动作不见得是恶意的，很多时候只是为了让截图在小荧幕上看起来更清楚，但只要动过一次，它就不再是一张证据了，它变成一张插图。另外还有一个更常见的情况要提醒，同一张图会被重复使用，前几年某次双台的云图，过几年再拿出来配上新的文字，一样有人信。这种旧图新配的操作，在每一次天灾之后都会出现一轮，所以我们给它一个中性的名字，就叫它太极照。
往下，我们一律用这个叫法提醒自己，他的身份还没定。可就在所有人以为这只是又一次网络造神的时候，事情往另一个方向拐了。因为气象学界对二个气旋互相咬合成阴阳形状这件事，早就有一整套解释，而且这套解释不但没有否认那个形状，它还预测得出那个形状。这个东西叫藤原效应，它的来历很老。日本气象学家藤原孝平在1921年到1931年之间做了一系列水工实验，把二个水漩涡放在一起，观察它们怎么互相影响。结论是，二个涡旋会绕着一个共同的中心互相旋转。搬到大气里就是这样，当二个热带气旋靠得够近，通常在1000到1200公里以内，它们会被彼此的气流场拉住，开始互绕。在北半球，这个互绕方向是逆时针，强的那一个会主导弱的那一个的路径。如果距离再缩短到800公里左右，结局只有2种，要么合并，要么被撕开分离。我们给这个现象取个外号叫双人舞，因为它的本质就是二个舞者手拉着手绕圈。双人舞的可怕之处不在形状，在后果。二个气旋一旦开始互绕，路径预报就会变得非常难做。原本该往西北走的，可能突然往南折；原本要离开的，可能绕一圈又回来。滞留和打转是最麻烦的。一个台风如果在同一片区域转圈，等于把同一块地连续浇好几天，累积雨量不是加倍，是翻好几倍。台湾早年几次死伤惨重的水灾，成因里都有这一项。还有一种更间接的，二个气旋之间会出现一条共同的水汽输送带，就算主体没有登陆，那条带子照样可以把海上的水一路送进内陆山区。2026年7月，华南那一波本质上就是这个机制。开场股自己的强度只有强烈热带风暴，却能让宾阳单日下到 713.3 毫米，靠的不是它的风，是它背后那条输送带。现在关键来了，当二个气旋在跳双人舞的时候，从卫星的角度往下拍，会看到什么？会看到2条互相缠绕的螺旋臂，中间各自带一个旋转中心，一条往这边卷，一条往那边卷，两者在中间交汇。这个形状跟太极图的结构是同一件事。太极图由2个颜色相反的弧形半圆组成，俗称阴阳鱼。据传可以上溯到宋代的陈抟，他画的就是2个互相缠绕的旋转体。所以真相可能非常扫兴，不是云图在模仿太极，而是太极本来就是在画漩涡。古人画的是水漩涡，是风，是他们能观察到的自然界最普遍的一种运动形式。卫星拍到的也是同一种运动形式，两者长得像，是因为他们画的是同一件事。你信哪一个？是异象降临，还是1000年前的人跟现代卫星刚好观察到同一种流体结构？换成是我们自己看，第2个解释的说服力明显高一截，因为它不需要任何额外假设就能把形状解释完。而且双人舞在历史上出现过非常多次，每一次2个台风靠近，网络上就会有人截图说像太极。这不是2026年才有的事，是每隔1-2年就会重演一次的老戏码。这一点我们先前专门聊过，不赘述。再往下拆一层，人脑看到云，看到火焰，看到墙上的水渍，会自动去找熟悉的图形。这个机制心理学上叫空想性错视，它不是毛病，是演化留下来的省电模式。在草丛里认出老虎的轮廓，比认错100次要划算得多。问题是这个机制没有刹车，它会在插头上看到脸，在月球上看到兔子，在云图上看到太极，而且它的命中率高得惊人。只要图里有2个相反方向的弧，人就会补完剩下的部分。还有一个更现实的因素叫筛选偏差。每一年每一次双台同框，卫星每10分钟就出一张图，一天就是100多张。一个台风季几千张图里面挑出最像太极的那一张，难度是0，没有人会转发今天这张不太像的那一张，所以我们看到的永远是被筛过的那一张。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我们手上有几千张图，挑出一张像太极的，这件事的几率是多少？想都不用想，接近100%。这不是巧合，这是统计必然。所以理性拆解到这里，结论很清楚，光凭一张形状像太极的云图，什么都证明不了。形状相似是气象学可以完全解释的常见结构，
加上人脑的补图本能，再加上几千张候选图的筛选，3个因素叠起来，意象的部分就不剩多少了。哪知道现实又反转了，因为如果太极照真的只是一次视觉巧合，那么它挂上去的那段时间底下发生的事情按理说应该是普通的，可2026年7月中国的水情数字一点都不普通。这里要先讲一个时间点的巧合，说完我们自己也觉得不太舒服。太极照传的最凶的那几天正好卡在7月中旬，而7月16日就是水利部把那组数字端出来的日子，也是7下8上关键期正式开始的第一天。一张图传到最高点，跟一份通报发出来，刚好撞在同一周。这种撞法在传播学上有个很无聊的解释，不是图预告了通报，而是那几天所有跟水有关的东西都在被大量搜寻，两者共用了同一波注意力。但我们也承认，当时看到这个时间点，第一反应确实会停一下。7月16日，水利部通报了一组数字，入汛以来，全国主要江河一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609这个数字比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 35%。往下还有更硬的，97条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我们把609条河流超警这件事往下就简称609，因为它会反复出现。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这7个字要特别拆一下，它的意思是从有水文站开始记录的那一天算起，到2026年为止，这条河从来没有这么高过。14条河同时破自己的历史记录，这不是雨下的比较大，这是尺度换了。而且609只是一个累计值，过程中的阶段性数字同样密集。有通报说全国6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也有时间点是79条河流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 4.71 米，另一个时点又回落到15条维持超警，数字在涨落，但没有一天是0。超警 4.71 米是什么概念？把一栋1层半的房子整个沉进去还有剩。编号洪水这4个字也得解释一下，因为很多人以为那只是个代号，不是。一条河要被编号，代表它的干流控制站水位已经到了国家规定的门槛，从那一刻起，调度权往上收，上下游的水库、堤防、撤离方案要按同一套指令走。25次编号洪水，意思是2026年入汛以来，这套最高级别的调度机制被启动了25次，这不是25场雨，是25次全流域级别的紧急状态。再看609这个数字的另一面，全国有水文监测的河流数量是有限的，609条同时或先后越过警戒线，代表的不是某一个流域出事，而是南北同步。我们平常听到的水灾通常是某某流域今年不好过，2026年不是这样。2026年是南边在溃坝的同时，北边在发红色预警，东北在编第1号洪水，3个方向一起来。同一份预测还说了一句话，值得记下来：2026年防汛关键期，中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注意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这一句，大块头7月14日打到朝鲜半岛，一路把水汽灌进东北，正好把这句话兑现了。7月14日下午4时，国家防总把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从4级提升到3级，松花江吉林段出现2026年第1号洪水。7月17日上午9时，牡丹江水位涨到警戒水位 235.00 米，正式编为牡丹江2026年第1号洪水。当地5个水文站超历史水位，4个超警戒，1个超保证。宁安市为了保住核心城区，硬是在短时间内堆出一条子堤，长约3公里，高 1.3 米，宽 1.5 米。有报道提到，一座水库拦下了每秒16200立方米的洪峰。每秒16200立方米，我们把它换算成生活里的东西，大约每1秒钟6个半标准游泳池的水量被一座坝挡在了门外。华北那边也没闲着。7月9日，北京的密云、怀柔、顺义、房山、平谷5个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部分地区6小时降雨量150毫米以上，24小时200毫米以上。7月10日，
红色预警的区数升到7个。有报道统计，当时拉响红色预警的区域面积达到7300平方公里。水利部针对北京、天津、河北3省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河北同期也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部分地区6小时雨量150毫米或24小时雨量200毫米，个别地点300毫米以上。7月16日开始，中国正式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也就是7月16日到8月15日这1个月。国家气候中心的预期是，北京、天津、河北大部降水偏多2到5成，可能发生极端强降水过程。7下8上这个词指的是7月下旬到8月上旬，主雨带北推到华北，华北雨季正式开始。这是防汛体系里压力最大的1个月，所有的人力物力都会往这段时间堆。问题是2026年有一件事很不对劲，关键期的雨在关键期还没开始之前就来了。7月9日和7月10日的北京红色预警比7月16日整整提早了1周。当时就有讨论在问，今年的7下8上是不是提前了？这个问题听起来像学术争论，实际上很现实。防汛的排班、物资的到位时间、队伍的轮换，全都是照着日历定的。雨提早1周，等于整套节奏被打乱一次。所以把7月整个摊开来看，是这样一条线：南边开场谷灌水溃坝，中间大块头3次登陆，200万人撤离；北边红色预警7300平方公里，东北2条大江同时编号。1个月从南到北全被水串起来。609不是一个孤立的统计，它是这条线的总账。现在我们回到那个门槛问题，到目前为止，我们手上有2件事。第一件，一张形状像太极的云图，出处不明，但形状本身可以被藤原效应完整解释。第二件，一整个月的极端水情，数字全部来自官方通报。单独看第一件是巧合，单独看第二件是灾情，把2件摆在一起，门槛还没到。可就在所有人以为这件事到此为止的时候，第3样东西被翻了出来。有人去翻了2026年的老黄历。2026年是丙午年，传统农书《地母经》对每一个干支年都有一段固定的批语。丙午年那一段的开头4个字是太岁丙午年，春夏多洪水。接下来几句是鲁卫多疫灾，谷熟易江东，种植宜高地，低原遭水冲。种植宜高地，低原遭水冲，低洼地会被水冲。这句话写在一本农书里，用意本来是教人怎么选田。这段文字在2026年3月就已经在中文网络上被拿出来讨论了，也就是说，它是在7月的水灾发生之前4个月被指出来的。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不是事后才被翻出来配合结果的。还有一句更狠的，低原遭水冲，低洼的水源地会被冲。而2026年7月被冲掉的六兰水库下游村庄，位置正好就在低处。同一时期还有七龙治水的说法在流传，这是春牛图那一套推算。2026丙午年被推成七龙治水，四牛耕田。传统解读很反直觉，龙多不是好事，龙太多反而互相推诿，雨量分布不均，结果是旱涝交替，忽淹忽旱。还有一个说法叫五人分饼，讲的是收成的分配。这一整套东西的逻辑是把年份的干支换算成一组数字，再对应到固定的批语上。它跟星座运势的结构其实是同一类。也有命理圈的说法，把2026年对应到黄极经世的天火同人卦，上卦是干，下卦是离，火往上烧撞天，解成照亮天下，同时冲击既有秩序。这一句怎么解读都可以，这也正是它的问题所在。另外要补一个现实面的对照，2026年3月前后，重庆、武汉等地的水利部门确实对外提过，该年防汛形势严峻。那是水文部门根据气候预测做的判断，跟古籍是两回事，只是时间点刚好撞在一起。这些都属于预言圈流传的解读，我们不替它背书，但我们必须诚实地讲出反方最强的那一句话。地母经的60甲子批语里提到水灾的年份不止丙午一年，60个年份转一轮，写多洪水防水患的年份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是农书的本质，它必须把所有可能的年景都覆盖一遍，才能当工具书用。
换句话说，你随便抽一年，抽到有水的几率本来就不低，这是预测学里最典型的巴纳姆效应，说得够广，就一定会中。那么问题来了，抽到有水不稀奇，但抽到有水，而且当年真的出了609条河超警，14条河破历史记录，这算不算加分？我们的看法是算，但加的不多，因为中国幅员这么大，任何一年都会有河流超警，真正该比较的是量级，不是有无。而609比近5年均值偏多 35%， 14条破历史记录，这个量级确实不是常态。门槛往前推了一格，但还没到。顺带一提，古籍那一句话真正被大量转发，是在7月6日六兰水库溃口的画面传开之后，在那之前，它只是3月的一则冷门讨论。同一段文字，2个月里的温度差了几百倍，而文字本身一个字都没改过。然后是第4样东西，预言圈。2026年上半年确实有几个名字提前把矛头指向了水。泰国那边的普莱在2026年上半年就放话说，下半年会有一场比前一年更严重的大水灾，范围从北部一路蔓延到中部，南部也逃不掉。他还加了一个更具体的东西，伴随水患而来的是与水有关的新型传染病，主要靠老鼠和蚊虫当媒介。他的战绩我们先前对过账，不赘述。他另外讲过一个词叫水火并行，同一段时间里，一个区域淹水，另一个区域烧火。这句话在2026年的夏天被很多人拿出来对照。不过我们也得替反方说一句公道话，泰国本来就是每年雨季固定会淹的国家，预言泰国下半年有水灾，难度接近预言冬天会冷。真正有讯息量的是后半句，范围从北部一路到中部，连南部也淹。这个是有可证伪性的，因为它可以不成立，而且它点名的是泰国，不是中国。把泰国的水灾预言拿来套2026年7月的中国水情，中间隔了一整个中南半岛，这一步跨得太大，我们不能算它中。这就是预言圈最常见的一种误读，把有讲到水当成讲中了这场水，中间差了地点、时间、量级3道关卡，任何一道没过就不能记成命中。我们的原则一向是这样，预言要记账就得整本记，哪一句对了，哪一句没对，哪一句根本模糊到没法判定，3栏都要填，只填第1栏的那不叫记账，那叫剪辑。另外还有地母经那句鲁卫多疫灾，鲁是山东一带，卫大致是河南河北一带，疫灾跟水灾被写在同一段里，这个组合跟水患之后跟着水媒传染病的说法方向是重叠的。我们要非常小心地说，以上都是预言圈流传的说法，关于疫病的部分完全未经证实，我们不做任何事实断言。而盲眼龙婆那一套2026年的天灾警讯，因为版本太多，来源太杂，我们这次直接跳过不谈，原则是一样的，来源说不清楚的不进我们的证据链。所以现在门槛上有4样东西，一张出处不明但形状成立的太极照，1个月的极端水情，一本农书提前4个月写下的春夏多洪水，还有预言圈提前点名的水。4个够吗？想都不用想，还不够。我们把这4样东西一个一个过磅。第1样，太极照，来源不明，形状可被藤原效应解释，且每一次双台都可能出现类似结构，这样的重量我们给0，它连进入天平的资格都还没拿到。第2样，2026年7月的水情，609条河超警，25次编号洪水，97条中小河流超保证水位，14条破历史记录。这一样的重量是满的，但它是已发生的事实，不是被预言的事实，它只能当被验证的那一端，不能同时当证据。第3样，地母经，丙午年那5个字，时间戳是硬的，内容是软的，半硬半软。第4样，预言圈的水灾说法，地点对不上，时间范围太宽，量级没有讲，这一样的重量我们给接近0，一个0，一个满，一个半，一个接近0，加起来离不是巧合还有很长一段距离。那要怎样才算过门槛？我们把标准摊开来讲，这样以后每一集都可以照着同一把尺量。第1，时间戳可验证，话必须在事情发生之前
被公开留下，而且留下的地方要是别人改不动的。第二，内容要具体到可以被推翻，要有地点、有时间窗、有量级，3样缺一不可。第三，分母要公开，同一个人讲过的所有预测都要一起摊，不能只挑中的那几条。太极照第1条就过不了，因为连是哪一天的图都说不清楚。地母经过了第1条，卡在第2条。预言圈那边过了第1条的一部分，第2条和第3条都没过。3条全过的2026年7月这一轮，我们一个都没找到。这不是在替谁结案，这是在说现有的证据还撑不起那个结论。哪一天真出现一份3条全过的东西，我们会第一时间拿出来讲。原因很简单，这4样东西的解析度差太多了。609 25次编号洪水，14条河破纪录，这些是可验证、可追溯、有机构挂名的硬数据。而太极照没有出处，地母经的批语模糊到可以套进很多年份，预言圈的说法则是事后才被剪裁对齐的。把一个解析度极高的东西跟3个解析度极低的东西放在一起，看起来会像是互相印证，实际上只是模糊的那3个被清楚的那一个带着走。这是我们在这个频道反复讲的一件事，巧合的门槛不在数量，在解析度。4个模糊的巧合加起来还是模糊，一个清楚的预测胜过10个事后对得上的暗示。我们换个方式讲，假设现在有人在2025年年底写下一句话，2026年7月中国会有超过600条河流超警戒，其中会有超过10条刷新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高水位。而同一个月里，会有一个台风在浙江玉环登陆之后北上，打到朝鲜半岛。如果真有这样一张纸，而且时间戳可以验证，那我们今天要做的就不是拆解，是道歉。因为那个解析度已经高到没有别的解释方式了。但没有这张纸，我们手上有的是春夏多洪水5个字，是下半年会有大水一句话，是一张没有出处的图。换成是你会怎么判断？如果有人拿一句明年春夏会下很多雨来要你相信他能预知未来，你会不会信？当然不会，因为那句话你自己也讲得出来，而且不用花1秒钟思考。真正的门槛在哪里？其实我们心里都有数，它在具体到你不可能猜中的那个位置。然而事情没这么简单，因为地母经那一句太岁丙午年春夏多洪水有一个特征是其他3样没有的，它的时间戳是硬的。那句话不是2026年写的，它是干支历固定绑死的批语，60年一轮，写在丙午的位置上，任何人都可以在2025年，在2020年，在更早以前查到它没有办法被事后修改。一个无法被事后修改的文本，提前指向了春夏和洪水2个关键词。而2026年的春夏，中国出现了609条河超警，这一格我们得诚实的承认，它比我们原本想的重。但重到哪里去了？重到可以说古人预测到了2026吗？不行，因为同一本书在其他年份也写过洪水，而那些年份并没有全部应验。一个文本要被当成预测，不只要看它中的那几次，还要看它没中的那几次，分母不能藏。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门槛难处。任何一个单独的巧合都可以被解释掉，但把它们解释掉的过程，每一次都得付出一点代价。解释太极照，我们得说形状相似很常见，这句话成立，代价是我们同时承认这种结构本来就会周期性出现。解释地母经，我们得说它覆盖面太广，这句话也成立，代价是我们同时承认它确实提前写在那里。解释预言圈，我们得说事后对齐，成立，代价是我们得逐一去查谁在什么时候说了什么，而这件事大部分人不会做，每解释一次都要多欠一句话说回来，欠到最后门槛的位置就开始晃了。而且还有一个更麻烦的东西，叫幸存者偏差的反面。我们今天之所以会坐在这里讨论太极照，是因为2026年7月真的淹了。如果那个月风平浪静，那张图早就沉到资讯流的最底下，没有人会记得它。也就是说，图之所以灵验，不是因为它预示了什么，而是因为结果先出现了，我们才回头去找一张能配得上这个结果的图。这个顺序一旦颠倒过来看，很多神秘感就散掉了。先有609，再有太极照被翻红，
不是先有太极照，再有609。哪知道现实又反转了一次，因为在整场讨论里，最被忽略的其实是那组硬数据本身。大家都在吵太极照真不真，却很少有人停下来看609后面那3个字超警洪水，也很少有人去想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到底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在2026年之前，这14条河的水文站从来没见过这种水位，所有的堤防设计标准，所有的防洪预案，所有的撤离半径都是照着旧记录画的，而旧记录在2026年7月被改写了14次。六兰水库那2个50米宽的缺口跟那2个小时的通知落差，就是这件事的具体样子，不是天象，不是结界，是一座坝，一道闸，一通电话。大块头撤走了200万人，这件事被做到了，所以他的死亡数字停在23。广西那边没能全部提前撤，所以一省就是30， 9死9失踪。同样一场水，2种结果，差别不在云图上的形状，在几点几分通知了谁。把这2组数字并排放，是这一集最不好受的一段。大块头的风力比开场鼓强得多，中心气压910百帕，最大风速每小时287公里，论破坏力完全是另一个级别。可它的死亡人数反而比一个强烈热带风暴造成的还要少。差别在哪儿？在7月11日登陆之前，浙江已经把221万人移走了。在7月6日凌晨6时泄洪之后，有些村子要到8时才听到消息。2个小时，这是整场7月里我们认为最值得被记住的一个数字。它比609小，比287小，比16200小，但它决定的东西最多。国家防汛部门后来把广西的响应等级升到2级，拨款2.6亿元人民币，预防性转移了数十万人。这些动作都是对的，只是有一部分来得比水晚，所以到最后要多少个巧合叠在一起才算不是巧合，这个问题可能问错了方向。真正该问的是，在巧合还没叠够之前，我们手上已经有哪些不是巧合的东西。这个问法的差别很大，前一种问法是等一个答案从天上掉下来，后一种问法是把已经在手上的东西数清楚。可就在所有人以为这2种问法只是措辞不同的时候，一个更实际的差异冒出来了，他们指向的行动完全不一样。如果我们相信门槛已经跨过，那结论会是这是天意，躲不掉。如果我们相信门槛还没跨过，那结论会是这是可以算的，也是可以防的。前者让人抬头看天，后者让人低头看低。而2026年7月真正救下人的，全部发生在低头看低的那一边。宁安市那条长3公里、高1.3米、宽1.5米的紫堤，是人一代一代堆出来的。拦下每秒16200立方米洪峰的那座水库，是有人守着闸门在调度的。浙江那221万人，是被一户一户敲门敲出来的。这些事情里面，没有一件跟云图的形状有关。609不是巧合，25次编号洪水不是巧合，14条破历史记录不是巧合，7300平方公里的红色预警不是巧合，每秒16200立方米的洪峰被拦下来更不是巧合，那是有人守在那里。太极照可能永远都查不到出处，它可能是真图被调色，可能是拼接，也可能就是某一天某一个时刻2个气旋跳双人舞，跳到那个角度被人截了下来。这3种可能性到现在都没有被排除掉。第3种其实最值得玩味，因为如果它是真的没有动过手脚的原图，那么它反而是最无趣的那一种。它只是把2026年7月那几天开场鼓和大块头同时挂在西太平洋上的事实忠实的拍了下来。一张忠实的照片被当成一道结界传了半个月，中间的落差全部发生在看图的人身上，不在图上。而这半个月里，609条河还在涨，14条河把自己的历史记录改写了，200万人被从家里叫了出来。这些事情没有等任何人看懂那张图，我们最后再回到那张图，这一次不看形状。如果把那张图上的2个漩涡当成2个取水口，一个从南海取，一个从太平洋取，那么那2条在中间咬合的悬臂就不是什么阴阳的分界线，而是2条输送带。他们把海面上的水汽搬到陆地上空，然后放手。从这个角度看过去，那张图上真正的主角
从来就不是那2个转圈的东西，是那些被搬走然后落下来的水。它们落在宾阳，落在衡州，落在玉环，落在密云，落在牡丹江，最后汇进609条河里。一个看起来像太极的形状，底下对应的是这一整条路径，而路径的终点直到现在还在涨。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位传奇的气场大师，以及他对中国政局做出的惊人预言。据说这位大师能够看穿人体周围无形的能量场，比医院的 X 光还要灵验。他年仅4岁时就曾断言生死，精准预言了一桩死亡事件，震惊了所有认识他的人。而如今70岁的他，首度公开透视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气场，并且断言习近平将在10个月内被推翻。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的预知能力从何而来？中共的国运又是否真的如他所言走到尽头了呢？让我们深入探讨这个离奇而发人深省的故事。首先，我们要介绍一下什么是气场。气场也有人称之为人体光环或能量场，指的是生命体周围散发出的能量。许多人或许对此持怀疑态度，但在超自然领域和一些前沿科学中，气场一直是颇受关注的现象。早在20世纪60年代，苏联科学家就曾用克里安照相法拍摄到生物体周围的能量光环，而现代也有科学家研发所谓气场相机，声称能捕捉人体七彩光晕。尽管主流医学对此尚无定论，但不少灵修者和敏感体质的人坚信，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气场，而且这气场会随着一个人的健康状况、情绪和命运起伏而改变。简单来说，气场就像是一个人内在状态的隐形投影。对于练气功或有天眼通的人而言，他们仿佛拥有一双火眼金睛，能够透过气场的变化窥见常人难以察觉的真相。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正是一位能看见气场的奇人，她是一名女性预言家，许多人尊称她为世界顶级气场预言家。今年70岁高龄，她的能力究竟有多神？据传，她从儿时就展现出异于常人的天赋。在她4岁那年，家乡曾发生过一件令四邻哗然的事。有天，小女孩也就是这位大师幼年时，盯着邻居老爷爷看了许久，突然跑去告诉大人说，爷爷身上黑气缭绕，他快要死了。家人听罢大惊失色，赶紧斥责他不许乱讲话。毕竟一个4岁小孩口出此言，既不礼貌也让人心里发毛。然而令人脊背发凉的是，不到3天，那位邻居老爷爷真的去世了，死因是慢性病猝发。这件事让小女孩的家人开始意识到，她似乎真的能够预感一个人生命能量的消散。要知道，4岁的孩子不可能懂生老病死的道理，更谈不上什么巧合蒙对。从此之后，家人对他的管教格外小心，也渐渐留意到他身上的异人特质。随着年龄增长，这位大师的气场感知能力变得愈发精准灵敏。他发现每当有人生病或情绪低落时，整个人体周围的光环颜色和亮度都会改变。健康快乐的人气场通常明亮且色彩温暖，而罹患重病或行将离世的人气场则往往暗淡甚至断裂。有一次，家里来了一位远房亲戚拜访，外表看起来他红光满面，非常健康。但这位当时还是少年的预言家却皱起眉头说，你的气场里有团阴影集中在胸口。大人们起初不以为意，觉得孩子可能只是胡言乱语。然而那位亲戚受此提醒，回去后还是去了医院做检查，结果发现肺部正长着一个早期肿瘤，所幸及时手术切除了，才避免癌症进一步恶化。这件事传开后，所有认识他的人无不瞠目结舌，啧啧称奇。一个人的肉眼怎可能比 X 光片还厉害，提前看出身体里的病变呢？但事实胜于雄辩，他的确透过气场变化发现了医疗仪器尚未检出的隐患，因此他渐渐赢得透视眼的美誉。许多人开始主动找他帮忙看看气场，希望得知自己身体有无暗疾或者运势吉凶。这位大师也因此踏上了灵媒与预言家的道路。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方国家其实也有不少和他相似的通灵人，例如英国有位知名灵媒克雷格·汉密尔顿·帕克，据说也曾准确预测多起国际大事。美国有的灵能人士则能凭照片读出人物周遭的能量颜色。然而我们这位气场大师因自幼展露天赋，又精通东西方神秘学，
被一些圈内人尊称为世界灵媒 TOP 5之一。他除了能读取健康讯息，对于重大未来事件亦有惊人的预知能力。早在2016年美国大选时，他就一反主流舆论，断言川普会当选总统，结果果然应验。此外，他还曾在疫情爆发前隐约感知到全球将有一场黑色阴影笼罩，事后被解读为新冠瘟疫。这些记录使得许多人对他的警示不可小觑。当然，怀疑论者依旧存在，认为种种预言可能只是碰巧。但就像这位大师本人幽默回答的，巧合若一直发生，那就不再是巧合。如此一位既低调又神秘的气场预言家，过去多年一直专注于为个人解读能量，传授身心灵课程，很少对政治话题发表意见。然而最近发生的某些事情，让他毅然决定打破沉默，把目光投向世界上最复杂敏感的领域之一——中国政局。他首次公开声称自己透视了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气场，并且得出了惊人的结论。这消息一出，可以说在关注灵异预言圈的人当中引发了不小的震动。那他到底看到了什么？习近平的气场究竟有何异样，让这位大师预言他撑不过未来10个月呢？根据这位气场大师的描述，习近平的气场如今呈现出一种极度不稳定、晦暗的状态。他形容道，以往他远远透过电视荧幕看中共高层时，习近平身周的能量场还算强劲，毕竟身居高位者常带有一种权力光环，在气场上表现为偏金黄色的亮光，象征权威和掌控力。然而最近1年来，特别是今年两会前后，他观察到习的气场颜色发生了巨变，原本明亮的光芒暗淡下来，金色光环中渗入了大量灰黑色。更惊人的是，他看到习近平头顶原本凝聚的能量正在四散，就好像一顶皇冠出现了裂缝，里面的光辉正一缕缕地漏掉。这种景象在他看来是极为不祥的预兆，意味着这个人的气数正在走向衰竭。用中国古代的说法，就是一个王朝的龙脉出了问题。中国传统文化里有气数将尽的概念，也就是一个朝代或统治者的运势快走到终点时，天象和人事上都会出现种种异象。历史上每当朝代末年，常有天灾人祸、怪事频发，被视为天意，在警示世人。这位大师虽然是从气场能量的角度感知，但结论却和古人惊人的相似。他认为习近平个人的能量场已经彻底乱了套，甚至牵动整个中华大地的气场陷入动荡。用他的原话说，就是我看到他身后那条红色的巨龙正在迅速褪色崩解。这番话耐人寻味。红色巨龙一般被解读为中共政权背后的象征性力量。如果巨龙崩解，是否意味着中共失去其精神支柱和所谓天命呢？大师解释，他所说的红龙并非真有一条龙，而是一种灵界的能量象征。多年来，中共政权仰赖一股极强的负能量支撑着，那负能量仿佛吸食人民的恐惧与血汗而壮大，形成它独特的气场。但现在，他惊讶地看到那股红色的邪恶能量正在瓦解，中共的整体气场出现了难以修复的破绽。如果仅仅是气场暗淡，也许还只能说明习本人状态不佳。然而这位预言家进一步指出了一个时间点，我看到他的气场烧得很厉害，但烧的是最后的回光返照，最多再维持10个月。换言之，他预测习近平在未来10个月内气场将彻底崩溃，对应到现实层面，就极可能体现为他丢失权位，甚至出现生命健康方面的重大变故。因为一个人如果气场全失，不是身败名裂，就是身体垮掉，没有第三种可能。这个论断无疑相当惊悚，距离现在10个月，也就是今年年底到明年年初的时间，中共政权会突然生变，习近平会被推翻下台。要知道，尽管近年来中国内部经济下滑，官场斗争加剧，但习近平在20大上刚刚成功连任，中共表面上依然铁板一块。这样一个集权统治者，真的会在短短不到1年的将来被赶下台吗？听起来匪夷所思，许多人一时无法相信。然而，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广一点，就会发现各种不寻常的征兆其实正在累积。气场大师强调，他并非凭空下此结论，而是观察到最近中国高层和整个国家的气场都在急剧变化，宛如暴风雨前的乱流。他提到一件具体的异象，今年夏天北京出现了一场100年罕见的暴雨，倾盆大雨
导致紫禁城罕有的出现积水汪洋。要知道，号称九五之尊、龙脉所在的紫禁城，过去几百年都很少淹水，民间甚至有天子脚下风调雨顺的说法。然而那场狂风暴雨硬是把紫禁城淹了个透，雨水泼进太和殿，导致宫墙渗水，院落积水成河。这位大师解读道，这场暴雨仿佛在象征天意对洪朝的不满，掀开了皇权的面纱。紫禁城600年不水淹，如今大水漫过龙庭，难道不是对当今执政者的一种警示吗？巧的是，就在暴雨发生的同时，西晋嫔气场中的黄色光芒也在那段时间开始剧烈闪烁不定。大师打比方说，那感觉就像老天在朝他当头泼了一盆水，浇熄了他气场中残存的光。听上去有些玄妙，但古往今来帝王将相最忌讳的就是这类天象异常。秦始皇末年陨石坠地，刻字预言亡秦。明朝崇祯年间日月无光，大旱蝗灾，莫不与政权更迭巧合相应。西晋嫔自比明太祖朱元璋，喜欢搞个人崇拜，那么老天爷是否要用一场水淹紫禁城来点醒他呢？除了天灾，今年中国社会也出现了一些令人玩味的苗头。举个最近的例子，就在中国每年一度的重要政治会议两会期间，网络上忽然爆红一句戏谑的话，多亏了你爹。事情源于一段会议视频，某代表发言时说漏嘴，提到一句我们能有今天，多亏了。本想说多亏了党的领导，却因口误变成多亏了你爹。此话一出，全场愕然。虽然事后官方极力封锁影片，但民间早已疯传开来。多亏了你爹很快变成讽刺时局的流行语，字面上像是感谢西晋嫔的父亲习仲勋，实际上是一语双关，嘲笑现任最高领导不过是托付因上位，自己能力配不上地位。这句戏言戳破了权力者的皇帝心意，透露出民间积压的巨大不满和嘲讽。气场大师特别提到这个网络梗，认为这反映在集体潜意识上，就是全国人民对习气场的投票。当越来越多人开始对领袖失去敬畏，公开调侃时，领袖的能量场便失去了群众的支撑。气以众人念力而聚，亦可因众人离心而散。中共营造了10年的个人崇拜，如今居然自动滑稽反转，这股舆论暗潮让他更加笃定习的气场将撑不住多久。现在我们不妨将时间线拉长，看看未来10个月内可能发生什么。10个月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大约就是到今年年底或次年年初左右。在这段期间，如果这位预言家的感应正确，中南海高层将出现重大变局，那么习近平可能以何种方式下台呢？气场大师并没有直接指明细节，但他暗示，我看到他不是自然退场，更像是被迫离局。被迫离局意味着内部政变或权斗失势，有可能是党内反对派酝酿已久，趁经济民生困境引发民怨之际发难，把他赶下台；也可能是他身边最信任的亲信突然反水，来个宫廷政变，甚至不排除他身体出大问题，被借机架空权力的剧本。大师特别提及习近平气场中有一丝隐隐的红色杀气，让他直觉联想到军方，因为在他观察很多政要时，当气场里混入大量血色时，往往意味着有武力介入、兵戎相见的危险。这是否预示着解放军内部有人将采取行动？联想到不久前中共防长李尚福、火箭军高层接连神秘消失，被外界猜测是政变未遂或高层清洗，种种迹象难免令人联想。大师的预言虽非军事情报，但能量层面的感应和现实政治蛛丝马迹竟惊人契合。如果习真的被推翻，背后最大的力量莫过于掌兵权者，而他近年大力清洗军队高层，提拔自己人，却仍然惶惶不安。或许正是因为他自己也隐约感受到那柄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头顶吧。谈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万一习近平垮台了，中共政权会怎样？中国将迎来什么局面？气场大师在预言习下台的同时，对中共整体的未来也给出了一些惊人的见解。他表示，他看到的不只是习一人的气场，而是整个中共体制仿佛被一层黑雾笼罩。那层黑雾曾经厚重无比，把14亿人困在其中。然而现在黑雾正在迅速的消散，变薄，露出了其中破败不堪的景象。这番描述让人想到中国民间常说的
邪不胜正，天灭中共。在他眼中，中共的国运，也就是这个政权的生命能量，已经走到了尽头，就像一台运转70多年的老机器，零件生锈脱落，动力系统崩溃，终于快要彻底熄火。他甚至用了一个词，寿终正寝。一个政权的终结或许对应着某种新生的开始，但在这终结时刻，难免会有巨大悲剧和震荡。大师强调，他在中共气场中看到许多惊恐的面孔和动乱的场景，人们奔走呼喊，红旗倒下，大地震动。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可能经历一段混乱动荡？他没有明说更多，只提醒说，黑暗过后有黎明，但必先穿越黑暗。这句话透露的信息令人既紧张又期待。事实上，不只是这位气场大师，近来世界各地多位灵异预言者都不约而同把目光投向中国，预感到这个古老文明将迎来巨变。前面提到的英国灵媒帕克先生就曾公开表示，他在灵视中看见中国地图上空烟雾弥漫，预示那里将出现巨大动荡和政权变更。注此，帕克的预言曾在国际媒体上引发讨论。另外，泰国有位著名的女预言家被尊称为普莱神婆，今年也惊人的预言说，2026年将有4个国家面临灭顶之灾，其中之一就包括中国。他提醒世人在2026年最好避开某些地区，因伪将有严重的灾难和战乱发生。虽然他没有明说是什么形式的灾祸，但许多人联想到可能与政局动荡或军事冲突有关。而在华人圈，一些传统命理师和风水师也释放出类似的警讯。今年台湾有位紫微斗数大师周应君就在节目上断言，2026年是生死大关口，他以4字概括台湾未来国运，同时暗示两岸局势将有重大转折。在节目新闻哇哇哇上发表的见解已在网络疯传。当然，预言毕竟不是现实，但这许多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先知们口径罕见的趋于一致，不能不让人心中发毛。或许还有巧合，从中国传统的生肖和历法看，2026年是农历丙午年，也就是俗称的火马年。火马年在东亚民间被视为不吉之年，尤其是女孩若生于火马年，被认为命带克星。当然，这是一种迷信说法，但有趣的是，历史上的确每逢丙午年，世界或中国都出现过大事件。上一次丙午年是1966年，那一年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整个社会坠入10年浩劫的黑暗中。再上一个丙午年是1906年，清朝风雨飘摇，各地革命风潮暗涌。虽然清廷撑到了1911年才灭亡，但1906年前后已是帝国末日的前奏。而再往前推60年，1846年前后，正值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签下屈辱条约不久，天下义愤，民怨沸腾，也可算是清朝国运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每隔60年一循环，火马一到，巨变频仍。那么即将到来的这个丙午年，会不会又将见证历史重演的戏码呢？气场大师的10月预言，时间上恰好落在2026年中之前，令人不得不联想到这些传统上的说法。古人云，天意昭昭，周而复始，也许冥冥中自有安排。当然，作为听众的我们，面对如此惊心动魄的预言，难免半信半疑。这位气场大师真的能看到未来吗？还是说这一切仅仅是巧合与主观判断？在科学理性时代，我们应当保持适度的怀疑。但回顾历史，大到王朝兴亡，小到个人臣服，往往在事发之前都出现过一些异象和敏感人士的预见，只是很多时候人们当下不愿相信，事后再来感叹早有预兆。举例而言，前苏联解体前夕，就有苏联气象专家公开预测过红色帝国即将分崩，结果数年后成真。二战期间，也曾有据说通灵的人预言希特勒末日将近，他们声称看到元首身后的黑影挥刀，不久盟军反攻胜利，纳粹覆亡。这些故事听起来匪夷所思，但在那个时代都真实存在过。或许人类的确有某种未解之谜的能力，可以透过看似无形的气捕捉到命运的走向。中国传统的易经讲，物极必反，阴极阳生。当一股力量强盛到极点，往往会转向自己的反面。习近平和中共过去10年看似如日中天，其实内部早埋下无数危机的种子，一旦时机成熟，量变引发质变，再稳固的权力高塔也会土崩瓦解。
那么，如果预言真的成真，习近平在未来10个月内垮台，中华大地将迎来怎样的新篇章？这恐怕是13亿中国人民和整个世界都关心的问题。气场大师没有给出具体细节，但他留下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黎明之前最黑暗。他说他在中国的气场上已经依稀看见一丝未来的晨光，那是一种久违的祥和颜色，带着希望和重生。然而在那曙光到来之前，黑夜似乎还将加深。在黑夜中，人们可能会经历恐惧和阵痛，但这是走向新生的必经之路。也就是说，如果中共政权倒台，中国难免经历一段阵痛期，也许是政权更替的混乱，也许是社会重组的震荡。然而他相信，中华文化5000年自有其韧性和底蕴，只要中国人民内心不灭善念，那抹曙光终将引领大家走出黑夜。展望未来，我们可以保持谨慎的乐观，同时也要有心理准备。一旦预言应验，我们将见证历史上罕见的巨变时刻。对于统治了中国大陆70多年的红色政权来说，10个月或许转瞬即逝，但也足够发生很多事情。也许某一天，新闻头条会突然宣布北京政权更迭的消息，全世界为之震撼。也可能在更隐秘的权斗中，习近平被迫交权，由另一股势力接掌中共。一场没有硝烟的政变暗流涌动，我们无从确知具体剧本，但可以确定的是，中国的未来正在加速向我们奔来。最后，不论您是否相信这位气场大师的预言，他提出的警讯至少值得我们去思考。当今的中国到底是不是走到了需要转折的关口？一个政权的合法性，难道真与玄妙莫测的气场相关联？或者说，气场崩解其实正是一种隐喻，隐喻着民心的离散，国运的衰败。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有时会在某个节点突然转向，或许2026年就是这样的节点。对此，我们只能拭目以待。正如那句古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人在做，天在看。如果中共政权的确如大师所言，戕害太多，生机耗尽，那么命运之手自会在适当时刻将它翻页，而新的篇章将由14亿中国人民共同书写。希望到那时，迎接中国的将是一个更美好的明天。黎明前的黑暗虽然令人胆颤，但只要心存希望，光明总会到来。我们也期待着，当预言成为现实的那一刻，能看到苦难之后的曙光，照亮古老的东方大地。